古人死后为什么要停尸3天呢？在我国历史上，周朝推翻了纣王的残暴统治，建立起了新的王朝。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推翻了商朝和分封制的事情。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一个战后恢复的特殊阶段，社会风气很乱。鉴于这样的原因，就推行了周礼制度，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。周礼包括婚配、起居、祭祀、饮食、丧葬等各个方面。这其中，在丧葬方面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规定，那就是生者去世之后，必须将尸体停放3天才可以下葬。其实这停尸3天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，这其中包括了古人的智慧。第一点就是防止假死。我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，对于停尸3天才可以下葬的说法，有一个小故事，讲的是神医扁鹊学成出山以后，途经国，看到了举国哀悼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这个国家的储君太子殿下年纪轻轻就去世了。扁鹊的当时就很好奇，这太子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呢？他就找到了太医询问情况。扁鹊听完病情之后，觉得太子应该是假死，得了一种在当时叫做失厥的病。扁鹊将此事上报给了国君，并且医治好了太子。太子奇迹般的活了过来，扁鹊也因此声名大振。所以在这个故事的影响之下，家里如果有亲人去世，一定要停尸3天。一方面能够最后再看一看死者，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希望能有一位像扁鹊那样的神医，救活自己的亲人。古代的医术并不发达，容易将脑缺氧造成的假死现象看成真的死亡，所以为了避免出现假死的现象，古人就想到了2种方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在家里停尸3天，来观察死者是否还有生命迹象。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在死者的脸上放上一张黄纸，如果死者没有真正死亡，是会有微弱呼吸的，呼出的气是带有水分的，所以这张黄纸就会被弄得潮湿，这样人们就能够发现死者是假死。人死之后停尸3天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处理后事。停尸3天能给死者家属一个缓冲接受的时间，而且还能给家属互相通报准备后事的时间，比如为死者找一个好的墓地，并且通知近亲去看看死者最后一面。有些亲戚离得很远，古代的交通很不方便，参加葬礼也需要一定的时间，那停尸的这段时间呢，也能够让一些当时不在场的亲属能够及时赶到参加葬礼。停尸3天的第3个原因，就是减少死者家属的悲伤了。这3天要给家属一个缓冲的时间，毕竟亲人的死亡是任何人都不想面对的事情，而这一天到来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人可以接受它，悲伤的情绪是很难想象的。为了避免亲人的过度悲伤，人们就会把死者再留在家中几天，这样能够多多少少地平复一下死者亲属的情绪。死者已经驾鹤西去了，但是家人还得继续生活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